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正在反攻之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突然访问基辅，宣布对乌克兰新一轮军事援助。但俄军战报显示，已经炸毁了至少8辆先前德国援助乌军的豹2主战坦克。乌军的反攻并未成功，爱国者和豹2坦克不断被俄军炸毁，美西方制造的武器战斗力遭到外界怀疑。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严格封锁媒体消息的情况下，10号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也是特鲁多第2次到访。上一次是在2022年5月8号。特鲁多表示，加拿大将参与训练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员，并宣布新一批价值3.75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支持。自俄乌冲突以来，加拿大已经提供了超过60亿美元的军事等援助。特鲁多还表示，去年加拿大扣押了一架降落在加拿大的俄罗斯安124运输机，现在计划将该运输机移交给乌克兰，目前已启动转交程序。俄罗斯驻渥太华大使奥列格·斯捷潘诺夫10号就此回应称，加拿大的这一行为是完全非法的，是偷窃和抢劫。特鲁多政府的做法表明，法治国家在加拿大并不存在。同时，斯捷潘诺夫还就加拿大承诺新一轮对乌军援表示，任何试图向乌克兰大量供应武器的做法只会延长冲突和该国应征公民的痛苦。2022年2月27号，在加拿大因乌克兰局势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的2小时前，俄罗斯伏尔加蒂涅博航空公司一架运送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的安124运输机飞抵多伦多。虽然当时加拿大尚未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但这架货机仍遭到了加方扣留。俄方机组人员先被安置在酒店，后来返回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特鲁多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军正在对俄军采取反攻行动。俄罗斯方面则称，乌克兰的反攻迄今已经失败，俄军在南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击退乌军多轮攻击。此外，还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和赫尔松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人员和军事装备。乌克兰如果不发动反攻的话，它目前的这个战线基本上就冻结了，就固定了，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将失去的领土夺回来。所以，无论是从政治上、从外交上、外交谈判上，无论是从军事上，乌克兰都有必要发动反攻。观察指，豹式坦克曾被乌克兰媒体和西方媒体认为是能够一战定乾坤的决战兵器。北约成员国目前拥有2000多辆，一台新款豹2的售价超过1.5亿美元，而德国援助乌克兰的旧款单价也在5000万左右。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款主战坦克维护成本高昂，不适合目前的乌军。分析认为，对乌军来说，来之不易的豹2被俄军精准炸毁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有消息称，前线的乌军士兵已经要求停止进攻，以免白白送命。而这次也出现战损的美制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已经交付60辆，目前美方承诺总数为109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口向来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承认，乌军正针对俄军发起反攻行动。那么，结合这几天的战局来看，乌军这一轮反攻的规模有多大？目标是什么？效果又如何呢？是程倩，传说中的大反攻终于上演了。此前呢，我曾做出判断，就以目前的战场态势而言，俄乌双方其实都在积极准备，等待对方发起进攻。因为防守方的优势往往更大一些。那么，为何是乌军率先发起了反攻呢？我想，政治的因素要远高于军事的因素。去年底至今年初，美西方加码投喂乌克兰一批先进的地面装备，尤其是上百辆主战坦克与数百辆步战车。小半年过去了，接装部队基本形成战斗力，那就得在战场上把牌打出去呀，不然这些西方金主们会觉得基辅当局不思进取。从俄乌战线的宏观上看，目前乌军大致处于一个北守南攻的态势。乌军此次所谓的大反攻，主要发生在南部战线扎波罗热至顿涅茨克州，西起卡明斯克东至弗罗达尔，战场宽度大约150公里左右。在5月底的火力准备阶段，乌军投入了大量北约制式的精确制导武器，对扎波罗热纵深的俄军指挥、防空节点进行打击。这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进攻意图。
在6月初的地面进攻阶段，乌军多个机械化步兵旅以营级战斗群、连级战斗分队的方式对俄军阵地发起进攻。这一阶段的进攻，它的目的主要是探摸俄军防线火力点与薄弱点，探明俄军雷场布控情况，并以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摧毁俄军向前沿阵地运动的增援兵力。但从6月初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呢，乌军的攻势展开情况并不顺利。由于缺乏足够的工兵技术装备，以及严重缺乏前线战场制空权，乌军的装甲力量被迫以纵队行进，未能有效展开，进而暴露在俄军炮兵与武装直升机的火力之下。当然呢，对于一场集团军级的攻势作战而言，头几天的顺利与否，并不绝对影响战役的成败。在美西方优势的战场监视体系支持下，乌军应该还是能够及时找到俄军战线的薄弱之处，进而向纵深实施突破。眼下战事正酣，我认为有2个悬念值得关注。第一，乌军在先期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是否能及时做出战术调整，针对俄军暴露出的弱点，抓住机会接续进攻。第二，俄军在成功迟滞乌军进攻矛头的情况下，能否及时调动战役级火力突击，对乌军已经暴露的前线集结点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将尚未发起冲击的乌军接续兵力摧毁在出发阵地上。这2个悬念的揭晓方式将直接决定这场大反攻的未来走势。另一方面，随着反攻的实施，乌军装备的北约制式装备，诸如豹2主战坦克、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被俄军摧毁的画面也随之出现。那么，想请教吴先生，这是否也是美西方主力装备神话破灭的时刻呢？应该说这确实是西方主战装备神话破灭的趣味时刻。豹2的生产商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股票甚至一度是大跳水。但我必须指出的是，人类文明的战争史告诉我们，没有天下无敌的武器装备，关键还是要看人的作用。一款先进的武器装备必须由娴熟的战士去操控驾驶，在战术运用得当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理论效能。具体谈谈此次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豹2 A6，它隶属于乌军精锐的第47独立机械化旅。此次反攻行动中，他们主要担负卡明斯克至库班一线的正面突破任务。在当天的战斗中，这辆豹2 A6率领数辆布雷德利战车掩护一辆 BMR-2扫雷车，沿着野战公路推进。进入俄军布设的雷区后 ，BMR 触雷瘫痪，豹2 A6超车前出掩护，不幸再次触雷瘫痪，然后就是一场葫芦娃救爷爷式的添油作战。最终，在俄军炮火的打击下，乌军在这条公路上损失了2位数的装甲单位。这一幕在扎波罗热战场正面多次发生，乌军的精锐装甲力量其实大多没有抵达俄军阵地就已经被摧毁了。这是俄军依托阵地构筑与信火打击，成功迟滞了乌军的进攻矛头。要知道，俄军在扎波罗热这一线已经持续经营了将近1年的时间。用行话来说，炮兵闭着眼睛都能把炮弹打到精确的坐标上。这也充分暴露了乌军虽然装备了美西方的先进坦克与步战车，却缺乏足够的工程机械，比如说扫雷车、破障车，导致机械化兵力无法迅速通过开阔地，进而沦为一个个靶子。现代战争打的从来就是体系作战。乌军的这场反攻仍在继续，眼下我们暂时无法预测这场战役的胜败，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泽连斯基应该很快又要展开新一轮外访行程，向美西方伸手要装备、要弹药。但问题就在于，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如果乌军的反攻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那么这些往俄乌战场上添柴火的国家，会否还会那么积极呢？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